们现在在葡萄牙里斯本的贝伦区这边，里斯本最主要的景点，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车泊地点超好的，就在这个帝国广场这边。这边呢，这里2排整条路都是可以免费停车的，非常棒的一个地方。然后离景点又非常的近，前方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了，世纪修道院，非常的大一间。那我们就带大家逛逛整个贝伦区吧。吓死人了！我想说我们10点多过来应该还好，没想到10点多过来已经排了那么长的一个人龙了。大家是要准备进去参观勒罗尼莫斯修道院，看一下排到那么远去了，不然我们先去下一个景点好了，然后再过来排队，看会不会变比较少人。那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参观这个贝伦塔吧，它就在修道院的对面，这里是见证了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的时候所建立的这个塔。过了这条大马路，必须要穿越地下道，就可以来到了贝伦塔的方向了。走过来就是发现者纪念碑，也是为了纪念葡萄牙人环游世界1周回来的时候所建立的这个纪念碑，也是见证了葡萄牙在16、17世纪的时候大航海时代非常蓬勃发展所建立的。它就是一个帆船的样子，也有点像是海盗船，很大的一个纪念碑，就在泰晤斯河的河岸上。我原本以为是一间小型的博物馆，但是它里面没有东西，主要是它可以到最上方那边去俯瞰整个泰晤斯河的河景。我们已经有去过非常多个制高点瞭望台了，今天就不带大家上去了。那我们再前往贝伦区的下一个景点吧。我看这边还有一个很可爱的鸟造型的飞机，变那个鸟，那你游泳过去啊？那就对了，有非常多当地的快食小吃。看一下，葡萄牙这边也流行这种包包哎，哇，一个25 euro。之前在柬埔寨买一个这个竹编的包包，好像才50块台币而已，拿来这边卖，直接升级到25欧元。那我们继续再往前走呢，这边就会看到了拜伦登塔。不过它看起来已经是年久失修，没有在工作了。当时大航海时代的时候所建立的照亮了这个河岸，让归国的董事们知道已经回来里斯本了。前方这里呢，这里就是拜伦塔了。这个是见证了葡萄牙的大航海时代，当时作为防御的功用，很少有看到这种在河岸上的防御塔做得这么精美。跟一般的防御塔看起来是不太一样，更像是一个小城堡。这边的门票呢是6欧元。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拜伦塔跟修道院的套票，一组是12欧元。知道怎么购买这个套票的，欢迎在底下告诉我。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贝伦塔就是作为防御的功用。看一下，它里面还保留了许多这种小型的大炮。准备冲了！在拜伦塔这边呢，依然是可以来上方这边观摩的。那如果你还要再上去上面的这个碉堡，就需要再排队一次了，因为它这个小小的一个地方而已，有限制上塔的人数。这一间呢，这里是州长的房间。那我们继续往上吧，看一下这个楼梯，经过长年累月大家的走，都已经变形了。这一间是国王的房间，从这里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外面这边的河景。3楼这一层呢，这边是一个表演厅，其实看起来是都是大同小异，只是越来越高这样而已。我们这就要去最高的楼了。这边是一间小礼拜堂，那到了最高楼层这边，反而就没有办法看出去外面了。上来拜伦塔这边蛮麻烦的，因为它这边的位置很小，动线很差，上下楼呢都需要排队，几乎我们的时间都是用在排队上面。往下、往上都要排很冗长的队伍。比较有看头的就是在2楼的州长房间那边是可以从窗外出去看到外面的美景，整个里面已经是空无一物了。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主要就是上来体验一下这个塔，看看这个河景这样而已。我们逛完了整个贝伦塔了，老实说，我觉得对这个景点有点失望，毕竟它从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要排很冗长的队伍，进了碉堡以后，每上一个楼层就又再排队一次，因为它里面是单向的，动线非常的差，都是在排队而已，然后里面也空无一物，没有什么好看的。反而是在外观这边，其实来这边外观拍照就很漂亮，不需要，我是觉得这个景点可以略过，在外面反而是比较好的一个景点。
原本想说先去拜伦塔，然后再回来这边看会不会像上次我在西班牙的皇宫一样，会不会人数变少了。但是呢，现在下午回来了，这个修道院这边还是一样这么多人在排队。刚刚有问了一下，它有2边的入口，左边那一边是需要买票的，那边是去修道院的方向。这边比较短，不需要排太多人的。这边呢是单纯只有参观教堂的地方，是不用钱的。看一下这个人龙那么长，我们就不排修道院了，只参观教堂就好，不然这个又要再排1个小时。看一下这个太阳现在这么大，我不想要再晒一次人干了，这至少又要再排1-2个小时才会排到。刚刚在拜伦塔已经排得够久，我要进教堂排队的时间短很多，我大概排不到10分钟就可以进来了。就是这一半比较小小的一边，是一间哥德式的教堂，不过它这间跟我们看过的不太一样，它是有很多这个雕花的，整个石柱啊、天顶啊，我们看到的地方它都是有特别的雕刻，不然我们一般看到的哥德式的教堂都是像这样只有线条而已，它除了线条，这整根柱子都是有非常特别的雕花。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那就排一下修道院吧。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去下一个景点，所以修道院那边就不排队了。就在这条街上呢，这里全部都是在卖蛋挞的。我们的选择是前面的一间，这间我是看大家推荐的，说是蛋挞的创始店，100年老店。那我们来试试看这家的蛋挞跟昨天我买的那一间有没有吃起来不一样呢？感觉这种瓷砖艺术，台湾的乡下阿嬷家的时候都会看到这种瓷砖，不过不是蓝白色的，我们的是比较多彩色的，不过图案就是蛮雷同的。超大间的诶，它这间在里面竟然有250个座位哦，外面就是露天的了。这看起来像是学校的美食街那种感觉，这么大一间。内用的话，它有2种粉可以让你加在上面，有肉桂粉跟糖粉。那我们就来试试看，100年老店蛋挞跟昨天吃的蛋挞有没有不一样呢？跟昨天的一样。一样的哦。好，你加看吧。我比较不会点，我也来试试看原味的。我觉得今天的比较好吃诶，它这个跟台湾的就比较像，而且它的蛋挞的皮非常的脆。昨天的那一间还好，重点在这边可以吃得到热的，昨天吃的是冰冰的，热的比较好。加一些糖粉试试看。今天比较好。葡萄牙的蛋挞吃起来更像我们的 cream 的面包，有人知道 cream 吗？夜市常常会出现的。那我们也加看肉桂粉是什么味道。加肉桂粉，虽然我不是喜欢这种味道，但是它加肉桂粉是还蛮搭的。那这间的味道就跟肯德基的非常的像了，好吃，好吃吗？好吃。好了，加了。这个真的好好吃，加很多粉。看一下，每天都要销量那么多的蛋挞，源源不绝的，生意超级好的这间。现在吃完蛋挞，要带大家到贝伦区的立面。现在我们就在4月25号桥的桥上了。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景点，现在在桥边，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小小的一个，这个是全世界第2大的耶稣雕像。那第1大的耶稣雕像呢，也就在巴西，也是以前葡萄牙统治的地方，算是葡萄牙的藩属。现在就带大家过去那边看一下啦。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自驾旅行的话，非常建议大家来这里看看，这里非常的平静，大家可以搭乘电梯到最上方去看整个里斯本，有没有要上去上面了？直接空拍给大家看就好。今天的影片就在这个耶稣的雕像这边以空拍做结尾了。